Hello，一小张，早上好。Hello，大家好，耳机里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我和零度的聊天时间。一小张，不知道前段时间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在网上很火的故事？有两个离过婚、各自带着孩子的女性成为了很好的朋友，后来他们住在一起，组成了一个家庭，他们互相帮忙，一起生活，到现在已经5年了。我看到了，现在很多人把这种关系叫做离婚搭子，搭子就是一起生活、互相帮助的伙伴。后来也有人把这种家庭叫做全女家庭。这种在生活和工作上互相支持的关系，其实挺让人感动的。作为一个单身母亲，我其实挺羡慕他们这种超前的生活方式。这种生活方式很新，也很自由。对，我觉得这就说明生活不只有一种方式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路，也可以找到让自己感到心安和温暖的关系。你刚才说的全女家庭，我觉得可以分成3种情况。第一种是拉拉之家，也就是女同性恋伴侣组成的家庭。第二种是母女之家，也就是离异的母亲和未婚的女儿一起生活。第三种就是离婚搭子，像这2位妈妈这样，2位离婚女性带着孩子一起生活。离婚搭子的好处是，大家可以互相照顾，孩子们也可以一起玩。但是不管叫什么名字，最重要的还是女性之间的支持。这种关系可以是友情，有时候也可能发展成爱情，但核心都是陪伴和理解。是的，其实友谊一直是一个很老的话题。在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叫《高山流水遇知音》，讲的就是伯牙和钟子期之间的友情。不过我们也会发现，在古代，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，关于友谊的经典故事，大多讲的都是男性之间的关系。相比之下，女性之间的友谊很少被记录，也很少被当作重要的关系来看待。对，确实是这样。而且在一些传统观念中，人们常常低估女性之间的关系。后来到了20世纪60、70年代，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，姐妹情谊这个概念开始受到关注。英文中有一个词叫 sisterhood， 意大利语是 sorellanza， 都表示女性之间的支持和连接。说到女性友谊，一小张，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很有名的意大利作品《我的天才女友》？我看过，而且我特别喜欢他对女性友谊的描写。故事讲的是2个女孩，Elena 和 Lila， 她们的关系既亲密又有竞争，有时候互相支持，有时候也会比较，甚至会有一点竞争。我觉得这部作品很真实的一点是，它没有把友谊写得很完美。这种有点复杂的关系其实更接近现实，我觉得很多人都能从中找到共鸣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，可能每个 Elena 的心里都会有一个自己的 Lila。 比如说我自己，从初中到大学前，我身边也有一个这样的朋友，他非常聪明，学习很好，而且会很多东西，比如画画、写字、唱歌、运动都做得很好。听起来她真的非常优秀。是的，我学东西没有他快，但是我很欣赏他。我们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在一起，一起上课，一起吃饭，一起长大。那段时间我一直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友谊，2个人就算安静地坐在一起不说话，也不会觉得尴尬。那现在你们还联系吗？没有了，长大以后我们的想法慢慢变得不一样，后来因为一些事情产生了矛盾，就不再联系了。现在偶尔想起来，还是觉得有点可惜。生活中很多事情确实很难说，也许有一天你们会在某个地方再次见面呢。
你刚才说的这些也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。我们小时候住在同一个地方，有很多同龄人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只有我们2个人最合得来。我们常常一起做各种事情，有时候还会一起做一些调皮的事情，比如和家长对着干，甚至还认真的计划过要离家出走。最后我们的家长实在忍无可忍，只好把我们分开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些事情都变成了很好笑的回忆。这种从小一起长大的友情其实非常的纯粹，而且我越来越觉得女性之间的友谊常常有一种特别的理解和支持。我很同意，我想到一句话是 Girls help girls， 很多时候女性更容易理解女性的困难，也更容易产生共情，并且给出真实的帮助。是啊，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看到女性友谊的价值，并且从中能获得力量和勇气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今天关于女性友谊的聊天就到这里了。女性之间的连接本身就是一种很有力量的存在。最后，我们也祝大家都能拥有一段让自己安心温暖的友谊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